剪短发的过程当中，如何让结构变得更柔和、更有流向？后区以2.2公分随头缘划分，下区选择三角堆积，提拉角度高于45度，长度3到4公分。转角区以内随头型取裁剪，转角区以外垂直向上去除重量，再向后提拉去除多余的重量。为什么选择随头缘向后划分，还要选择去除两边的量？这是为了减少耳后的厚度以及结构所产生的堆积感。单一的三角堆积使我们的头骨剪完之后整个结构会偏宽，所以下区选择高于45度提拉建立重量，上区选择点点切口低于45度提拉建立重量。同时耳后选择垂直向上去除，保留了结构的流向，但去除这个面的厚度和宽度，而上区的三角堆积又可以保留结构的完整性和流向。整个后区三角堆积要保持底线的整体性以及和我们层次过渡的柔和性。上区和下区选择不同的角度进行提拉，也是更好的得到下区收紧头型，上区建立更饱满的一个堆积感。建立堆积的同时，还要注意每一片发片随头型进行提拉，转角以外向转角线提拉，同时我们的切口选择点剪，这样我们的结构柔和度会更高。两侧选择削刀或者是剪刀，定与底线的长度相呼应。以耳上点的长度选择前区和后区层次连接，那么要注意首位是后高前低，点剪切口进行修剪，这样会更柔和。在湿发修剪的过程中，前区和后区的长度落差不要有太大的悬殊，这样可以保持整体结构的完整性。同时去角磨圆的时候，我们可以前后过渡连接的更顺畅。而这是一款单一层次主导结构修剪的流程，更注重每个区域层次结构的流向以及我们的柔和度，而不是结构的形状。前颈区向后提拉与后区侧区连接，去角磨圆，反曲线层次修剪。而反曲线是为了保留茶刘海的视觉。我们一定要看到在没有进行牙剪修饰之前，整个形体的比例是长大于宽，非常有流向的一个短发。之后下区是用牙剪制造服帖收紧，上区制造牙剪柔和发梢。两侧分层向前提拉，用牙剪修饰，方便顾客挂耳。在单一层次结构连接为主的基础之上，我们选择牙剪去除发梢表面1/3处，制造柔和度就可以。这是帮你们再回顾哦，记得点赞收藏。